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。想象一下这么个画面啊，大草原上一群牛身上被泼满了白漆，活生生被画成了斑马的样子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是谁在恶作剧，对吧？还有啊，你觉得斑马到底是一匹黑马长了白色的条纹，还是白马长了黑色的条纹呢？为什么古人能骑着高头大马冲锋陷阵，骑着驴子拉摩拉车，可是面对满地乱跑的斑马，却死活骑不上去呢？更让人痛心的是，曾经有一种最温柔、最可能被人类当成朋友的斑马，却被活生生的吃到了灭绝。带着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疑问，今天咱就好好聊聊这个草原上的绝对刺头——斑马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家可能没注意啊，最近那个专门奖励奇葩研究的搞笑诺贝尔奖又开奖了。今年生物学奖给了一帮日本科学家，这帮哥们儿干了啥呢？他们竟然跑去给黑色的奶牛画斑马线。你听着像吃饱了撑的，对吧？但结果让人惊掉下巴，因为这么干居然能防蚊虫叮咬。其实这事儿早有苗头，大概在2019年那会儿，研究人员就弄了6头大黑牛做实验。他们像破案一样，把牛分成3组，仰头一组。第一组当小白鼠，给涂上白色的油漆条纹，假装自己是斑马。第二组呢，为了排除是不是油漆那股刺鼻的味儿把苍蝇熏跑了，就给他们涂上黑色的条纹。最后一组啥也不涂，保持原汁原味的黑牛本色。实验结果一出来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画成斑马的那2头牛，身上落的牛蝇直接锐减了1半还多，而另外2组牛身上照样是密密麻麻的苍蝇。这就彻底实锤了，根本不是油漆味的事儿，就是这黑白相间的条纹迷彩服在发大功。你可别小看这些牛蝇啊，咱平时被蚊子咬一口顶多起个包，这牛蝇的嘴那可是带锯齿的小剪刀，一口下去直接切开牛皮，顿顿顿的吸血，不仅疼得要命，还带各种病毒。牛被咬得天天烦躁不安，饭也吃不香，觉也睡不好，最后肉也不长了，奶也挤不出来了。养殖户那叫一个心滴血啊！所以这个画斑马的绝招一传开，好家伙，日本有些地方的养牛大户直接把整个牛棚的牛全给涂成了斑马款，据说效果极佳，都沿用好几年了。这也就是人家能拿奖的底气。那科学家怎么就突然想到去抄斑马的作业呢？这就要说到大家对斑马最大的一个迷思了。你看斑马肚子底下白花花的，肯定以为它是白底黑纹，对吧？其实啊，斑马脱了马甲，绝对是一匹纯种的黑马。为啥呢？因为人家斑马的皮肤骨子里就是黑色的，所有的毛囊天生就自带黑色的色素细胞。也就是说，斑马生下来默认就该长一身黑毛，甚至在娘胎里的时候，小斑马胚胎也是纯黑的。只是在发育的过程中，造物主给它开了个玩笑，一部分毛囊产生黑色素的开关突然被拉闸关掉了，于是这部分就长出了白毛，这才拼凑成了咱们看到的条纹。前些年非洲肯尼亚就出了个大新闻，有人拍到了一只发生基因突变的小斑马，这小家伙黑色素调控彻底乱套了，身上的条纹没长出来，反倒长了一身白色的波点，远远看去就像披了一块黑底白波点的星空抹布，这也在无意中向全世界证明了，老子真的是黑底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大自然里的动物讲究的都是一个低调保命，像大熊猫啊、食蚁兽啊，人家虽然也是黑白配，但人家是独行侠，天天躲在树林子里，黑白斑块能和树影混在一起，这叫破坏色迷彩服。可你斑马呢？几千几万只聚在一起，在大平原上晃荡，这不等于在脑门上写着快来吃我吗？早期的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玄乎的车轮效应。他们想啊，是不是斑马一跑起来，身上的条纹疯狂闪烁，就像电风扇转快了，你会觉得它在倒着转一样，会让追击的狮子产生幻觉，看花了眼。结果观察了几年，发现人家狮子该怎么吃怎么吃，根本不眼晕。后来又有人猜是为了夏天散热，说黑色吸热，白色反光，能形成微型龙卷风降温。这听着更扯了，有人直接把斑马皮蒙在水桶上放太阳下曝晒，结果温度该多高还是多高，直接啪啪打脸。直到后来，一位名叫卡罗的硬核教授登场了。这老爷子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，凡是有马蝇和采菜蝇这种恐怖吸血虫的地区，恰好就是斑马的底盘。只要没这些虫子的地方，
马克动物全是纯色的。为了证明这个脑洞，他跑去英国找了个马场，搞了一批马服诱惑。他给普通马穿上纯黑的、纯白的，还有斑马纹的紧身衣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。苍蝇在黑白衣服的马身上疯狂降落，半小时落了几十次。但是一碰到穿斑马服的马，苍蝇就像喝了假酒一样，要么直接晕头转向撞在马身上被弹飞，要么刚飞过来又急刹车掉头跑了，整整半小时才落了5次。原来啊，这黑白高对比度的条纹会让苍蝇的复眼直接死机，根本识别不出这是一头能吃的动物。斑马演化出这套衣服，搞了半天是为了防蚊子。说完了外表，咱再深入了解一下这位大草原上的街溜子。斑马在分类上属于马科马属下的斑马亚属，它这英文名叫 Hippotigris， 古希腊语翻译过来就是长着老虎纹的马。虽然名字里带马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从进化树上看，它和马的血缘其实隔得有点远，它真正的亲戚是驴。你看非洲有一种索马里野驴，小腿上就带着一圈圈若隐若现的斑马纹，这就说明斑马和驴的共同祖宗早就琢磨着换这套防蚊皮肤了。最后斑马坚持了下来，成了今天的网红。而且大家平时在纪录片里看到的斑马，其实只是他们家族的一小部分。斑马家族其实分了3个大帮派，最庞大、混得最好的叫平原斑马，大概有50多万只，到处游牧。咱们经常看到那种脑子一根筋，排着队往满是鳄鱼的河里跳，非要过河的二愣子，就是他们。他们平时一大家子住一起，一头壮年公马当家长，守着几个老婆和孩子。如果有外地来的单身汉赶来挖墙脚，公马绝对会化身战神，上去就是一阵旋风连环踢，战况相当惨烈。第二种叫细纹斑马，身上条纹特别细密，个头极大，能长到900斤，所以也叫帝王斑马。不过这帝王的生活可是相当凄凉，公马们各自圈一块地，谁也不理谁，纯粹的渣男模式。母马呢，组成姐妹团，在各个领地之间穷游，看上哪个公马了，就留下发生点不可描述的事，然后提裤子走人，生仔养仔全是姐妹团的事，留下公马继续孤零零地守着空房，这哪是帝王啊，纯纯的大冤种。最后一种是山斑马，个头最小，喜欢爬山，脖子底下还挂着个大肉瘤，像个肿大的喉结。可惜啊，细纹斑马和山斑马现在都被逼得快走投无路了，成了濒危物种。聊到这儿，估计大家心里的那个大疙瘩还没解开。马和驴早早被人类驯化，跟着人类南征北战，凭什么同宗同源的斑马就这么绝，就是不让人骑呢？其实当年欧洲的殖民者刚到非洲的时候，看到满地的斑马，两眼直放光，因为他们从欧洲带来的马一到非洲就被各种虫子咬得生病死掉了，于是他们就想，这斑马抗病能力强，用来拉马车多好啊！结果刚一套上龙头，斑马就原地爆炸了。这家伙浑身上下就2个字：狂野，根本不可能温顺下来。这真不怪斑马，你得看看他们活在一个人间炼狱啊！非洲大草原，那是普通动物待的地方吗？满地都是要命的狠角色。狮子组团狩猎，猎狗专门掏裆，猎豹随时搞偷袭。斑马每天睁开眼，要想活下去，就必须比恶人更恶。曾有摄像机拍到一只小斑马被母狮子扑到锁喉，马上就要咽气了。结果本来跑掉的公斑马硬是刹住车，掉头冲了回来，对着母狮子的脑袋就是一通势大力沉的连环飞踢，直接把不可一世的狮子给踹成了脑震荡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你瞅瞅，连吃肉的百兽之王他都敢下死手，你几个人类拿着根小鞭子就想让他乖乖听话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而且还有一个极其扎心的原因，人类的老家就在非洲，从几百万年前老祖宗刚学会2腿直立行走，开始拿石头砸人的时候，斑马就在旁边看着。在斑马的基因记忆里，人类这种没有毛、直立行走的猴子，绝对是最危险、最阴险的掠食者，所以他们对人类有着刻在骨子里的防备和恐惧。不像美洲、澳洲那些傻乎乎的动物，几万年前突然见到人类还觉得挺新鲜，结果被一锅端了。可以说，斑马是陪伴人类一起斗智斗勇演化过来的，太懂人类的心机了，所以想驯服它，门都没有。然而，说到驯化，这
这里面有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剧。其实在斑马家族里，真的出现过一个奇葩，也是被公认最有可能成为人类伙伴的亚种，它就是斑驴。斑驴是平原斑马的一个分支，躲在非洲最南端。它长得很怪，只有脑袋和脖子有条纹，屁股后面全是棕黄色的普通马毛。当欧洲人发现它时，惊喜地发现斑驴的脾气出奇的好，一点都不怕人，走近了也不跑。这本该是它走向驯化和人类和平共处的绝佳契机。可是人类回馈给这份信任的是什么呢？是贪婪的子弹。因为不怕人，猎杀斑驴变得像在超市拿东西一样简单。欧洲人为了吃那口肉，为了扒下那张奇特的皮去卖钱，开始对斑驴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他们本就狭小的生存空间变成了修罗场。随着最后一声枪响，野外的斑驴全军覆没。直到1883年，世界上最后一只斑驴在一家冰冷的动物园里孤独地死去了。一段本可以改变人类和斑马历史的缘分，就这么被活生生掐断了。几十年后，人类终于觉得内疚了，搞了个什么斑驴计划，想通过杂交平原斑马，重新拼凑出一个长得像斑驴的物种。搞了几十年，确实弄出了几只后半身没条纹的斑马。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个灵魂深处对人类充满善意、温顺乖巧的斑驴，早就彻底消失在这个地球上了，留下的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空壳罢了。好了，斑马的话题啊，先说到这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故事还算过瘾，别忘了在屏幕下方给我点个大大的赞，狠狠地戳一下订阅按钮，免得下次茫茫人海里找不到我了。我还准备了无数个更加离奇、更加让人拍案叫绝的生物界大案要案等着你。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深挖这些冷知识的最大动力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